大家好，我係徐立賢，歡迎嚟到跨市博弈。你係咪都聽到華爾街最出名嘅大好友 Tom Lee 又再吹響號角，話標普500指數好快，可能8月就會衝上6600點？呢個講法聽落好吸引，係咪？媒體話我哋正身處一個最被討厭嘅反彈，話第二季企業盈利增長成13.2%，數據靚仔到不得了，成個市場嘅氣氛就好似一個越唱越旺嘅派對。所有人都相信，只要跟住音樂跳舞就冇問題。但係如果我話你聽，你喺舞池中央，但係音樂其實只係為咗角落頭嗰一個超級巨星而播，你會點諗？呢個所謂嘅盈利增長根本就係一場精心設計嘅幻術。你睇真啲盤數，拆開嚟睇，真相就係所謂科技七巨頭盈利平均增長係26%，但係指數入邊其餘嗰490幾間公司平均增長只係得5%，中間呢個21個百分嘅鴻溝唔係一個健康市場嘅特徵，而係一場由 Nvidia 主宰嘅一人獨奏會。當你以為你買緊成個市場嘅增長呢，其實你只係用你嘅錢去為一個巨頭嘅股價抬轎，其他490幾間公司嘅掙扎完全被呢個平均數嘅假象所掩蓋。呢個就係遊戲嘅第一個殘酷現實。跟住樂觀主義者會同你講，消費者好穩健，唔使驚。佢哋會好小心咁承認某啲地方嘅拖欠率係升緊，但係整體冇事。呢種講法就好似喺鐵達尼號上面指船已經撞咗冰山，船長仲讚緊船身結構有幾堅固。你唔需要信銀行家嘅安慰說話，你只需要去聽下由 Under Armour 到 Wendy's， 由 Crocs 到 Jack in the Box， 呢啲服務緊你同我嘅消費公司，佢哋發出嘅哀號。當半數零售同餐飲商都話生意難做，你仲信唔信消費者狀況良好？最諷刺嘅係佢哋對估值嘅態度。有人會話傳統估值指標已經唔重要，因為過去5年美國企業經歷咗疫情、供應鏈斷裂、史上最快加息，盈利都仲咁穩健，證明佢哋值呢個價。呢種邏輯就好似話我連續闖咗6次紅燈都冇出事，證明我駕駛技術好，第7次都一定安全。你係咪真係覺得咁樣合理？等權重標普500指數嘅市盈率由疫情前嘅18倍降到而家嘅16.9倍，聽落好似好抵。但係你冇睇到嘅係，市場上超過7萬億嘅現金就好似洪水猛獸咁追逐緊越嚟越少嘅投資目標。當錢多到可以淹沒一切，估值呢個救生圈自然就失去咗作用。而家市場最流行嘅一種顛倒邏輯係經濟數據預差代表週期未見頂，股市仲有得升。ISM 製造業指數連續30個月低於50，喺佢哋眼中竟然係利好消息。喺呢個世界，壞消息就係好消息，好消息係更好嘅消息。而真正嘅系統性風險，例如關稅問題，就俾人輕描淡寫成有贏家有輸家嘅普通事件。當所有人都覺得壞消息係入市信號，結果並唔係經濟會變好，而係市場同現實徹底脫鈎，估值嘅保護網完全失效。當信仰取代咗基本面，就係泡沫最後嘅支撐。Tom Lee預測8月會突破性上漲，佢可能係啱嘅，唔係因為佢分析得準，而係因為係一個由恐懼錯過FOMO情緒主導嘅市場，預言本身就有自我實現嘅能力。所以你要諗清楚你想玩嘅遊戲係繼續相信官方劇本，喺呢場由少數巨頭主宰嘅派對入邊，做一個被音樂麻醉等緊人派發菜單嘅賓客，定係睇穿規則，理解資金流動嘅真正邏輯，做一個知道幾時要靠近門口嘅冷靜玩家。如果你對呢啲探索投資智慧嘅內容有興趣，記得訂閱我哋嘅跨市博弈，仲要撳埋個鐘仔。若果想進一步知道更多我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 Patreon 會員，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。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